我应该买这个1万多块的爱马仕钥匙圈，还是买这个1000多块的苹果钥匙圈？好难选哦，两个看起来都很划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苹果爹。那你该买 AirTag 吗？我们今天的影片就来讲这个部分。那 AirTag 终于来了啊，我也终于等到了。我讲这个 AirTag 讲了1年多，还被人家骂说这个根本是一个不存在的商品。这不是一个很什么跨时代性的一个新产品啊，因为类似的东西其实其他厂牌都有做过，但是还是很兴奋，我们终于等到看到苹果是用什么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。那也看到苹果它怎么去解决我们先前所担心的隐私问题。OK， 那我先来讲讲这个 AirTag 是什么。它其实就是像一般我们所了解的防丢器。如果不知道防丢器的话，它就是有一个装置，那它里面可能有蓝牙，那它不会有一个单纯的定位装置在里面，它还是要依赖跟它连接的装置去判定说这个装置是在什么位置。那这种方式，如果你东西掉的话，它就会记录你最后存在的位置，说你是掉在哪里，然后这个资讯你在手机上的 App 就会看得到，那进而就可以帮助你有更大的机会去找到这个东西。那这一次苹果推出的这个 AirTag， 一个是29块美金，台币的话就是一个990元，然后4个是3390嘛。那说真的，我觉得这个价格和其他第三方的防丢器基本上一样。那以苹果来讲，他们做出一个跟别人很类似的东西，可是里面又有多一些功能在里面，而且它里面又有一个U1的晶片在里面，卖的价格没有比别人贵，我个人是觉得还蛮佛心的啦。其实一般的防丢器我们刚刚就知道嘛，它记录你最后存在的位置。那如果它要再有更多的功能，就是要必须在这个防丢器的品牌、它的生态链使用者里面，你要依赖，就是说你可能今天东西掉在什么地方，被移动的时候，被移动到了新位置，因为它只有记录到你最后你手机连接的位置嘛。那如果有心人士去移动到一个新位置，也不一定，或者是可能机场有人帮你收在另外一个地方，你要怎么去找到它？可能身边有人也是用这个牌子的人，那他可能刚好经过，可能有用这个 App 有开启，然后他就会这样去做沟通，然后去判断，就是说他现在被移到一个什么大概的位置。那其实你听到这个，你就知道他其实蛮依赖所有使用者的一个社群，就是生态链里面的社群，然后进而去帮这样的商品实用性也增加，然后被找到的几率也增加。那苹果在这边多了什么呢？那U1这个技术其实其他的厂牌也有啊，然后 Samsung 他们在也要出一个有这种技术的防丢器嘛。但是我们解释一下，苹果展示就是说，如果我们今天这个防丢器是在我们附近的话，你开启这个寻找的 App、Find My 的 App，U1 可以很精确的判断它在什么方位，那你可以去找它，它手机会声响或震动啊，你越来越靠近的时候，它就会让你知道，你快要接近你的物品。那甚至用 AR 可以清楚的判断它在什么方位。那当然前提就是你的手机本身也要有U1的晶片在里面。那以 iPhone 来讲，就是 iPhone 11以上都有。OK， 那再来讲到就是其他厂牌没有的，那就是苹果最强大的生态链。我们刚刚有讲到这个使用者的社群对这个防丢器的实用性来讲，我觉得基本上算是一个最决定性的关键。这类商品先前推出来，我觉得没有办法很普及，比较劣势的地方就是他们基本上使用者的社群就是不够广大，就是没有一个牌子像苹果的市占率这么高。那他们大多能记录你最后的位置啊，可是如果真的被移动的话，找到的几率真的很低嘛。因为如果城市里面可能几率高一点，如果是偏远一点的地方，像美国那种郊区，你要期待说，有一个在这个郊区那么宽广的地方附近有一个人刚好开车过去也用 Tile， 然后让你知道它在什么位置，我觉得这个几率非常小。那另外一点，大家本来担心的就是隐私性的问题嘛，因为其实这种东西有被有些人士拿来就是要恶意去追踪啊，那种跟踪狂放在谁的包包里，然后进而去知道它的什么位置在什么地方。这个在城市里面其实是有更大的危险在里面。那以上两个问题，苹果为什么会有解？生态链的问题当然就是苹果使用者非常广大，那它又使用很多人都有使用 Find My 这个 App， 那很多时候这个 Find My 的 App 它都是在背景开启的。因为如果你要让你的手机或者你的装置随时可以被找到的话，你需要开启这个 App， 然后你需要让这个 App 随时追踪你的地方。那所以这个代表就是说，很多苹果使用者已经默默在使用这个 App， 那也默默的让这个 App 在它的背景执行。所以我们平常在外面走的时候，我们个人都是我们等于算是一个行动的连接器啦。所以呢，如果今天当我注册了这个 AirTag 在我装置上面，那当这个 AirTag 开始远离我的时候，远离到一个距离的时候，它就会开启自动去感应，身边有什么装置，苹果的装置。那在我要寻找的时候，它可以回报我它现在的位置。OK， 那这种时候就是如果它被移动的话，它当然被找到的几率就很高，因为有那么多人都是使用苹果的产品。那以苹果的讲法，他们也会保护个人的隐私啊，就是说这些都是在背景运行的，那这些资料也不会传到任何使用者上面，那也不会在 AirTag 本身上面做上任何的记录，就是你的行踪，你需要找的东西，只有你自己会知道这个资料。所以其实光是以上这几点就比先前的 Tile 强大非常多。那再一个功能就是，如果你找到
到一个东西上面有别人的 AirTag， 那你可以开启 Find My 的 App， 然后你可以用 NFC 去感应它。那这种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它的资料。如果这个失主他有放一些，怎么去找到他的资料在上面，可能他的电话、他的地址，应该不要放地址，有点危险。那这种时候你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去联络他，说，我找到你的 AirTag。那再来就是我们来讲讲这个跟踪狂的疑虑啦，然后国家机器等等。OK， 很多人担心到的这个事情，其实我现在也有在担心这个地方，就是会不会被有心人士偷放一个在别人的车上或者在包包里面，然后进而你的行踪都被他知道的一清二楚，他可以偷偷跟踪你。那这其实蛮危险的。那关于这一点，苹果现在他的说法，他的解法是说，如果我今天注册这个 AirTag 在我的装置里，那如果当他离开我的时候，他在行动在跟着别人走的时候，那他过一阵子他会发现说他没有跟我串联在一起，那这个 AirTag 本身就会发出声响去提醒，这可能是被追踪的人说，你身上有一个追踪装置在哦。那这听起来是一个蛮好的解决，可是我们又再想回来，如果只是发出声响的话，那他会不会有办法拆开去停止这个声响发出？那或者是昨天直播也有观众讲到，就是说他们可以用一个很隔音的方式把它小小的密封起来，然后让它发出来的声音别人听不到，那进而有人被跟踪了，他自己也不知道。那关于这个方面，如果说就算苹果今天说它可以提醒说，如果你身上有个共装置，它可以传讯息到你的 iPhone 上面说，你身上有一个 AirTag 好像并不属于你。那如果你今天被追踪的人，他使用的不是 iPhone 呢，这个就不可能跟他的三星或是 Android 的手机做沟通嘛。所以这种东西当然就是也要慢慢看苹果是到底怎么解，还真使用它的时候，它其实是有一个解法。那或是说他还没想到这一点呢，那事后要软体更新也是可以。但同时我们也要去担心啊，如果有一个解法出来的时候，那有不肖人士，他会不会有新的方法去破解它？那有这样的疑虑，就是因为其实先前有其他厂牌的防丢器就是被这样使用过啦。那其他的牌子市占率低，那可能要担心的程度还稍微低一点。可是苹果装置市占率高，当然尤其在城市里，我觉得它的危险性就真的增高了不少。但我也不是想一直钻研这些负面的用法，只是很多人有这些体虑，让我们大概提出来。因为其实毕竟任何好的东西，好的科技都能被拿来当负面使用，也不是只有 AirTag 的这个问题。所以呢，我觉得该买嘛，我个人觉得是蛮推荐的啦，因为我知道身边有很多人蛮容易掉东西的。我觉得以苹果装置他们的生态链产品的广度，它的东西掉了，真的第一被找到的几率很大，第二就是说你可以更确切的知道这个东西位置在哪里。那这个有时候不管是被偷窃，或者是真的只是不小心遗失来讲，帮助你去找到的可能性都会大非常多。OK， 那我就对我身边，至少在我家里面，我就会想到说，可能放在小孩子书包或者什么里面，或者他们常常掉一些很奇怪的东西甚至是遥控器放个在上面。我觉得就算只是在家里用去找遥控器在哪，有时候都能省掉不少麻烦。但我觉得 AirTag 只是一个开始，我觉得只是苹果做一个东西，让大家很多第三方的厂商可以跳进来一起做这个，然后让这个 Find My 的 App 里面的周边的商品可以更强大。那这样将来有更多产品可以深入结合到这个 App 里面。那像很多人希望的，像我刚讲的遥控器，那甚至是第三方的产品，现在都已经进来，他们说，他们的耳机里面会加入 Find My 的这个功能。那另外还有很多配件厂，我相信行李箱、包包啊，有人讲的雨伞、保温杯啊，这些等等都会非常的适合。OK， 那我相信很多就是我的讲法都以我自己会使用的方式去思考啦。那可能很多我还没有讲到，所以你们有什么想法，希望可以在下面留言。你们觉得必买的理由是什么？你们觉得不会想买的理由是什么？那你们分享出来，可能对其他有一些疑虑的人会更有帮助，因为可能你们的使用情况跟他的使用情况会更相近。所以非常谢谢大家在下面踊跃留言，可以帮助更多的观众去想说，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适合我的。那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，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就记得订阅频道、按赞、按下小铃铛跟分享。那我是苹果爹，我们下次影片见喽，拜。